好，来看一下，今天小狼是给大伙带来一个洛克人3，也是继洛克人1、2之后的第3部，因为我们有90多部洛克人啊，所以说洛克人3咱们就开始做这个速通啊。操作者呢还是2代的那个望月的倒计时，这个3呢，感觉你看它这个基板有的时候可能会卡，然后呢人物的 AI 也没怎么变，风格也没怎么变，但是咱们多了，你看咱们有这个地粗柳子，你看啊。地粗柳子这个呢，很多游戏都尝试加，但是呢效果都不怎么好。什么意思呢？你比如说合金弹头5作为一个街机游戏，它可以在1、2、3、4里都可以加，但是它没加。为什么在第5代加呢？因为第5代本身这个作品啊，就其实不是特别成熟，然后加了呢，个人感觉也没啥意思啊，那没有啥人用啊，用不用的无所谓的啊。而这里面呢，咱们速通的话，用这个地粗柳子还是可以的，因为这个地粗柳子呢很快，你看可以做这个取消。所以说呢，还是可以的啊。好，这怎么有一只非常巨型的东北虎，东北机械虎啊？作为这个洛克人系列呢，第1部非常经典，第2部呢也是非常优秀，而第3部很多人都说啊，小狼呢2、3、4、5、6怎么样啊？其实啊都还不差，只是没有1和2那么经典啊。跟大家伙这么讲啊，大家伙就明白了。好，可以看到一过来，第一个他选择的 BOSS 是 Top Man。为什么是 Top Man 呢？啊，这陀螺人是不是啊？这个盘点人，这太狠了啊！好，这个人呢，感觉没什么牛逼的地方啊，就感觉跟那个广场那个跳广场舞的大爷，冬天的时候跳不了广场舞，选择抽那个冰嘎，知道吧？就拿这个冰嘎抽冰嘎，这种感觉啊，就是这种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跟大家伙说了啊，反正就这个意思。好，那个外星战将可以抽时间去看一下啊，可以看看抽时间看好了。这个你获得了一只2娃啊，就是你刚才得到了能力。你看这个样飞镖是吧？啊 ，Shadow Man 啊，窗户人这个窗户人嘛，操，这个太狠了，这个啊，他这个名有时候起的。你说钢铁侠叫钢铁侠是吧？蜘蛛侠叫蜘蛛侠，蝙蝠侠叫蝙蝠侠。那你说小狼侠叫小狼侠。好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BOSS？ 影子侠是吗？啊，可以说影子侠。有的时候你看，你按照咱们的这个英语直译过来，就比如说为什么经常小狼说 How old are you？对吧 ？How old are you？明明是你多大了的意思啊。比如说，对吧？我应该是37岁了，是吧？大概是这么说啊。比如说我狼啊，今年33周岁，没毛病啊，没毛病。但是，对吧？你一个不小心就是 How old 了。哎呦，我就怎么老是你是吧？怎么老是你这个事儿太狠了啊！小龙侠是吗？还是麻辣小龙侠？这感觉就是换了个装，多了个能力，也会地粗柳子呀。你看，一个意思啊。来，我们看看啊，就是你，对吧？好，感觉一样啊。虽然说跟秒杀没什么太大的关系，但是就是干，但是理解不了，你说。今晚有nha样吗？今晚nha样好像没什么，我可以问一下作品啊，但是现在作品少了啊，该做的做过了。然后那个然后黑色翅膀是做了一个云雕，但是呢我还没有拿。好，双子座双子人啊，双胞胎双子人是有点东西的啊。这个多多少少有点那种宇宙的感觉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有点这种。你看，那为什么像这种浩瀚的星空多了很多离奇的柱子？然后呢，这个小怪还是一个企鹅呢？是吧？它这个有点东西的啊！我操，这个音乐有点东西的。好。这个机械狗，我们看看，好，直接一弹，这个感觉啊，它设计的简单多了啊，因为咱们之前那个
咱们之前那个让咱们弹跳上去都是直接踩啊，直接你发一个子弹或者发一个弹簧，这是一个机械狗，我操，服了啊！好了，这个音乐感觉怪怪的，然后到现在就没有音乐了，一上来就是好像出了问题啊。正常，它虽然说音乐非常诡异，但是到现在它不能没有这个音乐啊，对不对？你得有啊，你没有你算什么，对不对？回旋镖队长。这里面好像没有什么卡 bug 地图的这种设定，所以说没那么变态的啊。好，直接爬上去。我感觉这都是什么啊？是细胞吗？你看这背后全都是那种啊，有点像那个怪人细胞似的啊，就那个一拳超人里面怪人细胞的感觉。好，来看看。刚才就卡了是吗？啊，那这个卡 bug 是真的赖啊，确实有点东西。好啊，感谢我们的我狼霸气啊，直接给我赠送了一手飞机啊，直接就是今天晚上双飞了啊！啊，我看你给我发那些了啊。抽时间啊，我们先把平台的先做了，先别着急。先把平台的先做了，然后咱们再做那个用视频观看的内容啊，就是咱们这些大神啊，就是录制的这些视频啊。好，来看看这个小音乐啊，有点那种蓝色调的意味啊，这种。好，速通的话肯定是要走最优路线啊。然后像这种补给呢，要不要呢？其实都是看需求，有的时候呢是需求的啊。给我狼飞机开，这太支持了，太支持了。好，我去，它这个地速柳子可以左右瞬间移动，你看，这个挺帅的啊，这个。好，对，我是回老家刚回来啊。好，这个刺猬它发的子弹可以用来抵消掉。我们看看啊，百里玄策啊，百里玄策，百里玄策什么鬼啊？好，我们看看这个哥们一看就是个铁憨憨啊，怼着他一顿干就完事儿啊，根本不需要什么东西啊。一般来讲，咱们打啊也是有那种克制关系的啊。好，我们看看，直接雷霆万钧，呼风唤雨啊，就这种感觉，精神病啊！好，他每次完事都要告诉你，你获得了什么什么的能力，是不是啊？真的是来的啊 ！OK， 下次蜘蛛精啊！我操，这个人闪客慢，这个头顶有点绿啊，这个。我操，真的有够绿，这关也太绿了，这关啊，这关感觉这个绿色的这个有点像龟头啊。好，机械狗就是能飞了啊，这确实能飞了啊，这个之前咱们只有弹簧，现在能飞了啊！你看这个大龟头哦，不用管它啊，可以直接走的啊。地头蛇，地头蛇，羊尾蛇啊，不是，羊尾蛇啊，哎，感觉这个狗是它这个也就都是带升级的啊，可以各种升级的，那这个就高级多了，对吧？这个就高级多了，一直爬梯，哈都肯。好，一顿搓。好，再往上走。哎呦，石佛哥一手飞机啊！石佛哥又真是啊！石佛哥是不是今天在那个微信群里面说的那个石佛？是不是？可以直接在群里面改成这个名字啊。
飞天狗太 bug， 你管这个叫飞天，管这个叫机械飞天狗吗？啊，叫机械飞天狗了啊！好，又到了激动人心的 BOSS 环节，我们的绿帽侠啊，他发的这个东西有点像人体那个排泄的某一个东西的吧，有点像啊，他这个真的是有点像的。你看，他会告诉你获得了什么能力和什么能力，但是呢，有的时候只有一个能力的啊，他把你其他的给升级了啊。啊，你直接可以让我那个拉你嘛，师傅哥啊，反正当时的那个微信你就加了，就可以拉我就可以了。对，我在家待了4天嘛，然后今天回来就赶紧播，要不然不播是不是多多少少有点过分了啊？我应该准确来说是，不到4天没直播。为什么说不到4天呢？因为在第1天的早上凌晨1点多钟我还在直播呢啊，你懂的。好，又是你啊！每次这个人一出来的音乐都不一样，这是一个小 boss 啊，到后期肯定还会出，是吧啊？这关好像给人一种感觉，好像打过了的样子嘛，对不对啊？机械狗，感觉好像像打过的样子啊，这个皮肤的啊。哎，可以飞上去了，不需要踩这个块了。但是呢，咱们确实是，我操，这个狗也太赖了，这个狗居然可以控制啊，而且好像动力还很强劲。你看，泰森的弟弟叫泰赖啊。对，我姥姥过的是88大寿啊。我姥姥说过虚岁啊。我姥姥说呢，你看。你看你在你比如说你出生对吧？你在你妈妈的这个对吧？这个怀孕的时候不也是有你这个生命了吗？啊，好了，直接3个回旋镖就秒了。所以说呢，那10个月也算一个小虚岁了啊。这个搁我的翻译呢，就是周岁呢是你从你母亲身体里出来的时间啊。虚岁呢是从你父亲身体里出来的时间啊，可以这么理解啊。好，你获得了这人的能力，大概就这个情况啊。好，一看又是个铁憨憨，铁盔侠，这个可以这么可以这么说吧啊，铁盔侠啊，这个是钢铁侠第1代啊，是钢铁侠那个被关起来了之后，自己跟另外一个科学家做出来的。一样的啊，能不能别玩闪退？什么闪退啊？啊，什么时候玩闪退了啊？太深的弟弟不叫太浅吗？太深的弟弟是太形容词，只要是形容词都可以是泰森的弟弟的啊。好了，你看这个哥们儿一顿摇。左手掐腰，右手摇，摇出高潮啊！我这2天不见人，我回去给姥姥过生日怎么了？啊，好，利用自己闪光的无敌时间啊，利用闪光的无敌时间也是速通的一个套路啊，就是受伤。好了，往上一爬，那么轻轻的一爬，有些东西一些隐藏的这个能量啊。该吃的话就吃啊，但是呢，速通的话呢，大多数是不需要吃的啊。又是你，哈沃欧打又啊，怎么老是你？这小 boss 几乎每一关都会出来，然后呢，打死他之后才能破地图。来的啊，给狼人刷火箭，不是，老板理智啊！有朋自远方来，别着急，我们现在这个啊，但是你要非要刷我就好，你可以看到吸铁石啊，你看我打什么 boss 就用什么东西来吸。这个你比如说你像有的就是这个属性克制啊，但这个属性克制呢不太好理解，你得看这个攻略，对吧？如果说你要是1代，比如说什么什么水克火，火克什么什么什么的啊，这就比较好理解了，是不是？对吧？
你如果说是不用克制的去打，几乎你蒙圈了啊。Sparkman 什么意思啊？最后一个这个能量啊，这个能力 BOSS 了。Spark 不是猫和老鼠里面那个狗吗？猫和老鼠里面那个大狗名叫 Spark 啊。我操，这个音乐好好听啊！这个音乐很有特点，不是说好听，就是非常有特点啊！我操，这也能跳上去的啊！这个，那你管这个小怪叫什么？叫挖掘机男吗？他明明就是挖掘机。对吧？学挖掘机技术哪家强？中国山东找蓝翔，试学1个月不收任何学费。我操，大哥一会儿摔死了，大哥！哎，他这地方有这个必要吗？设计成这个逼样的啊！他直接摔了好几个楼层。我没记错的话，刚才那个高度我简简单单算了一下，大概是从9层上跳下去的啊。好，又是螺丝钉，你看。这螺丝钉设计挺狠，想把咱夹死啊！当当个当当，小曲儿确实好听啊。好啊，又是你，头顶带电啊！这个打血不多，但是我们离近，你看离近了之后，这个声可以连发，感觉啊，相当爆炸。我狼，我属鸡的，不懂英语，我是个养鸡专业户，最害怕的就是英语，对吧？我的超火可以刷了吗？这个叫顶配50红光的，你啥时候你能去秋名山搏一下的时候，你再给我刷超火，好吧啊？好，可以看到，所有的东西都扣掉了。你看，噔噔，问号，为什么要打一个问号？对吧？悬疑片啊，让你猜一猜我是谁。对，今天回来了啊，干嘛去了？大家伙就不用说了啊。我可能过一阵儿还要出去放松一下啊，不能叫放松一下，说错了啊。这句话说大家伙不要误会，就是说那个换脑子啊，因为长时间在我们这种，你像我现在生活这个城市比我家好点，我们家呢是一个小城镇啊，甚至比那个鹤岗还要小啊。你也知道鹤岗那时候房子非常便宜，对吧？然后现在呢不一样了，现在呢这个。主要是没有人买，人口流失太严重。而我在这个城市牡丹江呢，也是啊，一个5线小城市，它美其名曰说是4线啊，其实因为黑龙江嘛，毕竟作为地级市啊，给点面子说是4线，其实你懂的啊。这个经济啊、人口啊什么的都非常少，然后呢，基本上眼界就非常窄了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光头男，你这个头顶还我看了一个电影啊，我在老家没什么意思，我看了个电影，那个电影的名字叫《恶魔的艺术之邪将》啊。邪将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邪门的邪，降头的降。然后呢，头顶上就对吧被挖了啊，都有这么一个东西啊。那个电影还行啊，觉得挺有意思啊。好，跟他拼了啊！就是受伤啊，也要快速往前走。我操，这个人跳的能力好高啊，直接就跳上去了。好，往下一走，鞋匠，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。好的啊，又是你，你看这个咱们还记得2代的吗？啊，这个能力啊，感觉你各种，你看没看见？好哇 ，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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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， 感觉洛克人真帅啊！他往那一站的时候，对吧？他都大痞胯站的啊，他都是大痞胯站着的，太赖了啊！好，完，又把这个 bug 卡出来了，是不是又没有音乐了，兄弟们？啊，你看，
这个音乐啊，瞬间卡没了，对吧？有的时候我跟你们讲，玩游戏的时候没有音乐啊，确实看起来有点嘚儿的啊，因为音乐是一个游戏的画龙点睛之笔啊。游戏最重要的是游戏设定啊，当然作为游戏，当然肯定是设定最重要。然后呢是它的剧情，然后是音乐啊。游戏设定呢，当然包括它的我都囊括了啊，比如说它的画面、它的游戏乐趣啊等等。好了，这个从空中掉下来一个蛋糕啊，有点像哎，你看树叶男，这也是2代的啊。喂。空中掉下来这个人呢，我只能这么说啊，长得特别像那个提拉米苏蛋糕啊，你不觉得很像吗？相当像的啊。好，感觉这个子弹不就是 Alimentation 是不是？有点像这个自导导弹啊，就是传说中的自导导弹啊。你看还在跟踪呢。磁铁跟踪啊！我们那房价多少？我们的房价比会鹤岗要贵一点点，大概是1000吧，大概是1000多啊。特别好的新房子可能就是1000多啊，1500啊。如果要是特别差的房子，老房子可能不到1000啊。我家那个房子99年建成，到现在21年了，对吧？22年啊，不，22年，23年了。然后呢，我们那个房子，我家的房子大概能卖个8万、9万，78平还是80平？78平好像是啊。当然我家卖的贵，为啥贵呢？就是因为我家那个房子是学区房，不过我家卖的便宜，尽管是学区房，就是唯一的一个小学啊，唯一的一个小学。但是呢，尽管它是学区房，但是它是7楼，是顶楼，啊，而且是不梯的，你懂的啊。所以说呢，也就这么回事了啊。好，召唤这个机械狗就被踩一下，让我想起了《火影忍者》。《火影忍者》里面有一个人叫麦特凯，大家伙都知道啊，差点踢出大结局的男人啊。那个麦特凯就是召唤了一只龟，然后目的就是为了踩一下，老嘚儿了啊。1000多是在逗我，1000多是好房子。好房子是1000多啊，不好的房子都不到1000的啊。好，过图啊，感觉就是他这四个随机关啊，你选问号的这个，基本上都是可以打两个 BOSS 的。然后呢，把前作的这个能力啊，通过那个附体人，然后呢直接复制好，把它打败。BOSS 呢，第1部和第2部你们都知道是那个跪地博士，因为每次他一输就跪地求饶，而且一顿磕，真的是一顿磕头。那这一部，怎么说呢？我们那人口流失太严重了，人口流失非常严重。他不是说房子不值钱，你就是再值钱没有人买。好的，这什么玩意儿啊？人家那个保险头盔还没出来就被你秒了，你让大伙看看那个小 boss 长什么样不行吗？不香吗？太赖了啊！你可以看到伤害非常高。你看咱们发的这个子弹像不像啊？像不像一路走一路停一路撒下小英雄？像不像啊？有点像那个合金弹头里面那个小自导小那个小车那个子弹，那个小车子弹，你们记不记得啊？好，我操，这一炮4炮就死，4炮就死，太赖了啊！鹤岗不便宜，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便宜。那鹤岗那市中心的时候，那个门市房，你就像我们家那个地方，那就你说我们家现在新盖那个楼。对吧？它就在我们整个小镇的中间，那它应该是它要卖2700-800块钱的，对吧？你买那一个房子能买这边好几个，还是毛坯房，你一个不小心买那种旧房能买3个，对吧？但是你买了有什么用呢？你买了也没有人买，砸手里了呀，对吧？你就生砸手里的啊！而且你们不太了解我们那儿的工资是多少？
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妹呢是去年年底刚考上的会计证，考上会计证之后呢，就在我们林业局，然后呢找了一个工程公司的工作，然后呢她一个月工资是1500，你误会了啊，1500不是拿到手里的啊，除去这个什么五险一金，拿到手是800多块钱。我真没跟你们开玩笑，我跟你们开玩笑，我就不叫小狼，我叫小狗，真事儿啊。买房子太贵了啊。好，又是你看这个，我感觉这个磁铁确实很赖啊。你想这个自动攻击，它有这个自动攻击效果，对吧？你就不一样了啊。会计1500啊，对呀。然后呢，等第1年过去之后，第2年应该能加到2000多吧，然后你到手能拿1500。然后第3年呢，就算是你比较正式了啊，然后呢，你能拿到2200到2700左右，到手的啊。你看你们不相信我实话实说，这就是为什么你说你年轻人你在黑龙江待着干嘛？对吧？你在黑龙江待着干嘛？虽然说黑龙江消费不是那么高，但是也不低。好，可以看到这俩人长得不一样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感觉能力是一样的。好的，回旋镖，他这个是正儿八经的这个传统式回旋镖啊，香蕉式回旋镖。我们那结婚一般需要多少成本呢？结婚不需要成本啊，结婚结婚你只需要把彩礼准备好就好了啊。好，咱们上来就是打这个关卡，你知道，就是刚才那个人儿，大伙儿知道吧？追着打啊！你看追着打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博士跟那个博士，他不是一个人吧？这个博士怎么画风变了，还是剃头了？啊，那一看这个逼样还是那个博士的啊！一上这个逼样还是那个博士的啊！啊，你看这个博士才是正儿八经的博士，对吧？这个才是正儿八经的博士啊！你看，哎，他的老巢又来了，你看又是这个老巢，妈呀，这老巢太狠了啊！黑龙江是整个这个中国啊彩礼最贵的地方，就黑龙江人可能好面吧，咱也不知道怎么个好面法啊，就是他妈这个没法说这个事儿啊，就我是东北人，我黑一下黑龙江人，好吧，这个是陋习啊，这确实是陋习。对，黑龙江最多，就是要的最多。彩礼会拿回来多少？你碰见那种好面的人，只是为了好面还好，他就是为了你拿回来，最后还还给你啊，拿回来最后还还给你。但是呢，如果不是的话，就是生要彩礼啊，就给钱儿。好，看看这个 boss。这个 boss 咱们对它进行输出啊，主要是要打它发射的这个海龟。你看，这个叫绿毛龟。昨日你家发大水，你妈变成绿毛龟，就是这个啊。这个你好的，我操！最后这一下为什么这么多血？太狠啊！你说具体要看人不看地方，那你这个事儿你要用数据来说话的啊！你要用数据说话的，你可以百度搜一下这个。而且我再跟大伙儿说一下啊，为什么说黑龙江最贵呢？是因为黑龙江的这个收入最低的情况下，它的这个彩礼和收入的比，它的指数是最高的。我这么说你们要理解啊，是这样的啊。你们碰见好人了，跟哪个地方不一样？我告诉你，黑龙江也有好的老丈人、老丈母娘，啊，对吧？你就是到别的地方，可能其他省份也有不好的，也有那种就卖女儿的，对吧？那不一样啊。好，我们看看这关的 BOSS， 哎，这个地方让我想起了什么？让我想起那个三不童子，对吧？那个底下那个眼睛往上飘，
好的，这一关的 BOSS 虽然说并不是最终 BOSS 啊，但是你可以看出来他好像是一个变形金刚。然后咱们打他的话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操！我说怎么回事？我一看，哦，原来是刚才有一个大力士啊，有一个英国大力士，一下就死了，我真他妈服了啊！这也太氪了，直接爆头了。实话实说，直接爆头了啊！你好比看见有点像《求生之路》里面那个 tank 啊，就那个坦克3000多滴血那个坦克，哎，被人拿那个猎枪直接打到头上，一枪把3000滴血全爆死的一样的感觉，太赖了啊！离婚率最高的是天津，是因为天津人少啊。这个不说错了，不是天津人少，是天津的那个，这个叫什么？叫外来，哎，不能叫外来，哎，这个是很尴尬啊。离婚是天津最多，黑龙江第2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孩子出生率呢是黑龙江垫底，然后是吉林，然后是辽宁。出生的孩子也少。然后呢，流走的人口也多，年轻人全走了，剩下的全都是一帮养老的。而且这帮养老的人呢，最狠的是，比如说我朋友，他在我们黑龙江拿工资，拿到了工资去上海花，你说能带动经济吗？你们告诉我能带动经济吗？啊，根本就带动不了啊！这是个死循环啊，兄弟们啊，这是个死循环。经济一不好，对吧？收入这帮再一低，很多人不愿意留在家乡工作。好，看看，好，每一个 boss 都打一遍啊，每一个 boss 都打一遍，这个都是老套路了，兄弟们啊，这都是老套路了。好，这个所有的 boss 都打一遍这个事儿吧，我觉得吧，其实就是考验咱们玩家的基本功啊。基本上呢，我建议大家伙儿可以练怎么打 boss。就是直接在模拟器上调到这个，你玩到这儿，然后呢，对吧？你玩到这儿，然后呢，随便选一个 boss 打，你就可以非常安全又潇洒的把这个 boss 给打掉，对不对？就不用特意的啊，有点像那个练习模式一样。好，这有了这种克制关系啊，你会发现基本上就不鸟他了啊。好了，感谢我们的4700，还有我们的一条大河波浪宽赠送我狼的办卡啊！东北3省哪个经济最高？那肯定是辽宁啊！黑龙江确实太面了。好，还是要换磁铁男。哎，这个飞镖没打到的，好像节奏不太对啊。可以斜角发射子弹啊，这招挺赖的，你看这招真心赖的啊。你要知道他为什么要站在那个地方啊？他为什么要站在那个地方？就是打死 BOSS 第一时间就要出去的。好，直接连到骷髅头啊，又是你。他殴打又博士，我来了啊！博士，我们看看上来就打博士了啊，完全为博士面子，而且大家伙都知道啊，博士肯定不止一个状态，对吧？我们已经看到了，应该是要打他的眼睛，对吧？对他的眼睛疯狂输出。我操，不是啊，居然！啊，博士又来了，我他妈！这个博士还有保护罩呢，一下就被抠死了，一下就被抠死了啊！好，再往前走。又磕头，你怎么哎，好，终于有变化了，咱们看一下啊，这是一个传说中的假体啊，这是一个假体人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替身之术啊，一个影分身卡斯莫西罗杰兹啊，来，这回是真身啊，对吧？就让我的肉身来检验他的真身。那他既然是假体，他为什么还要磕头呢？我想问一下，都已经是假的了，还要磕头，我也是服了啊！踩着机械狗，直接怼着他一顿干，又磕啊！这是真磕啊！
这是真磕啊，这就不用说了，对吧？以后我见到你和你的兄弟们必须叫一声爷，否则你见我一次打我一次。听清楚了，我叫博士，刀头贵，好吧啊。好，最后也是感谢我们的望月的倒计时给大伙表演的这么一个洛克人3的一命速通啊，在这里也是感谢大伙的收听。如果大伙喜欢我狼解说，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了。我们下期再见吧。